在新加坡，有50万人患有高血压，30万人患有糖尿病。遗憾的是，半数以上人完全没有患病的意识。在过去，很多人对预防保健缺乏认识，有很多老人家根本不知道有些疾病是可以及时治疗和控制的。30年前，刘宝瑜因为盲肠炎住院开刀，康复出院后，他发现小便有血丝，医生诊断为慢性肾病。1994年，随着病情恶化，他每个星期要洗3次肾，洗肾后还得拖着虚弱的身躯到酒店工作到深夜。我们这个洗肾的很痛苦的，几时进医院，几时出医院你都不知道，好像医院是我们的家这样，整天出整天进这样。除了饱尝洗肾的痛苦，更不幸的是，1998年，刘宝瑜又得了直肠癌，每4个月得去医院检查直肠。不久之后，他又患上了关节炎，走路的时候痛得无法忍受，医生要他动手术，他担心万一手术失败，独居的他要怎么办？我有痛苦在长水，在长水体。有那个钱没有钱，我跳楼死了。希望我快点回老家，我都不希望我在这边。是的，病痛的折磨、庞大医药费的压力，常常让这些病人觉得生不如死。这些无助的病人，曾经也是健康的一群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忽视健康的后果，会为身心带来这么多年的煎熬。今天预防保健的信息处处可得，你应该善待自己的身体，照顾自己的健康。打开无底的天窗，夜空点缀着星光，黑夜或许很漫长，却阻挡不了天亮。只要你驻守着希望，我懂你面对的困难，我明白坚持很难，别一个人承担，因为你并不孤单，其实爱就在你的身旁。爱会将心中的黑暗全部都照亮，每一束光芒都会变成力量。爱会在你荒凉心中播种出希望，别害怕艰难，幸福就在前方。幸福就在前方，别害怕艰难，幸福就在你的前方。根据最新的检验报告，证实许先生的肾已经衰竭了，你必须定期洗肾。你怎么不等我就自己来了呢？打手机给你，你又不接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痛啊？
你在这里稍等一下，我去安排你照 X 光。护士，他今天不是要去洗肾吗？要先照 X 光，只要植入的管子位置正确，就可以洗肾了。许先生你好，以后你就要靠这架仪器来帮你洗肾了。许先生，我需要你解开你的衣扣。护士，我先生不是已经动了手术吗？为什么还在胸口那里插管洗肾？他虽然已经做了静脉通道的手术，可是8个星期后才能使用。在这段期间，我们只好暂时用他的锁骨下静脉来帮他洗肾。这么靠近心脏，会不会影响到心脏啊？不会，只是有点不舒服罢了。这么洗一次大概要多久？大概4到5个小时，因人而异。这么久啊？除此之外，他每隔1天都得回来洗肾一次，否则无法排掉身体内的毒素。那平时他需要注意些什么呢？饮食跟水分的摄取，不能喝太多水，不能超过500cc，然后不能吃太咸的食物，否则容易口干，想要喝水。只要控制自己的病情，准时洗肾，注意健康，就能和普通人一样的过生活了。要靠机器过活，还算是普通人吗？妈，是，Daddy，妈咪。宝呀，把电视的声量调小声一点。Daddy，Edwin 买了一个最新model的手机，可以玩很多 game 的嘞。真的啊？Daddy，我也要一个，你买一个给我了好不好 ？Daddy，买啦买。啊 boy！ 对不起啊 boy， 爹地不应该大声的。不过以后你不可以乱拉爹地的手，知道吗？韩妮啊，我先回房休息。吃饭的时候我叫你啊。哦。Daddy，那我的手机怎么办？宝呀，爹地要休息，你不要吵他好不好？好了，你要什么手机？我买给你。耶！没有骗我，我们明天就去买。知道啦。我可不可以带去学校？可以啦。耶！宝呀，你又把电视开得这么大声，快调小声一点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还不把声量调小？你是不是要吵到爹地不可以休息？你当我的话是耳边风啊？好，我数到3，如果你还不把声量调小的话，我就马上把电视关掉。1、2、3。妈咪，为什么把电视机关掉？我刚才看了紧张的地方哎。刚才我不是叫你调低声量吗？你开到这么大声，爹地在休息啊，你这么吵，他怎么休息啊？爹地，韩妮啊，是不是电视吵到你了？你骂人的声音啊，比电视还要吵啊！我原本只想安安静静的睡一会儿，你回来就吵吵闹闹的吵个不停，死人都被你吵火了。现在我叫儿子不要吵你，你还来怪我，好心没好报。那我就拜托你小声一点好不好？我刚动完手术，又洗了4个小时，是我很累的。洗这4个小时很了不起吗？只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做，我还不是一样陪了你4个小时？针没有插在你身上，你当然不了解我的痛苦了。所以叫你平时不要听我的话，
叫你吃多一点维他命也不肯。好啦，下次搞成这个样子。你看你，就会讲就会讲，只要你安静一点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哇，你有脾气，我就没有脾气啊。Mom, Yes. dinner eat what? Eat. You only know how to eat. I'm not eating. I'm going shopping. 各位，你们知道要在我们这里做义工，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吗？传国，你来说。我认为做义工最重要的是要抱有一颗热忱的心。谢谢你。传国说了虽然没错，但是只答对了一半。来这里做义工的人，开始时是带着一份热心来的，可是他们却对做义工的责任却一知半解，往往碰到挫折的时候就变得心灰意冷，那份热心也就慢慢的被熄灭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做义工除了要有热心，还要有耐心跟恒心？没错，我们这里有许多圣友是长期来洗肾的，所以他们需要你们经常的去鼓励他们，帮助他们，更重要的是做他们的朋友，听他们的倾诉。还有一点也很重要，我们做义工的是不能够太过感情用事，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因为圣友的情绪是很容易被我们所影响的。嘿，下课了。上课上得怎么样啊？不错啊，小刚的人很好，他也是 NKF 的义工啊。是啊，他除了训练这里的义工之外呢，他也为我们的舍友举办一些活动，让他们有机会彼此认识，这样他们就可以互相鼓励、互相扶持啊。这样很好啊。哎，小刚，你那么急赶去哪里啊？阿生家也出事了。谁是阿生啊？他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舍友，不如我们跟你一起去吧。啊，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嘛。好吧，就是这一家了。阿生，阿生，快开门啊，是我。阿生，阿生。哎，小丽。周叔叔。不要哭了。爸爸呢？小康，你一定要帮我。欧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是？他是传国，我们新来的义工，连苏丽也来了。来，我们这边坐。为了我一个人，要你们这么多人来。你别这么说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你在电话里面说有急事找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眼睛全瞎了。今天早上，我一起来，张开眼睛，我发现四处都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安排你去看眼科医生的。爸爸，你的眼睛是不是真的瞎了？你放心，医生会帮你爸爸的。我想，我就快要死了。你怎么这么想呢？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，我死了无所谓，一了百了。可是小丽还小，又没有妈，我求求你们，起来，起来吧！我求求你们，不要这样。如果我真的有什么事的话，你们要答应我，一定要供我照顾小丽。我不要别人照顾我，我只要爸爸。小丽，爸爸有病，不能够永远和你在一起。我不要，我只要爸爸。你们快起来吧，有话好好说。不，你们不答应我，我是不会起来的。好，我们答应你，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们，千万不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起来。谢谢你。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没事的。哎，传国，阿生的事就交给你来负责了。我负责？对，这就是你做义工的第一份任务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有。
好了，可以了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我爸爸的眼睛是不是以后都看不到东西了？小心这边。吴先生的眼疾是因为视网膜病变而导致成的，这是糖尿病经常会引发的并发症之一。很可能是因为吴先生血糖长期偏高，以致视网膜缺乏营养，晶状体变形，才会影响视力的。那他的视力有没有可能完全恢复的？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控制他的病情，不要让他恶化，希望能让他恢复一点点的视力。小心这里有没有台阶？小丽啊，你今年几岁了？像小丽这样的小孩子啊，早就进幼稚园了。她每天还得跟我到咖啡店去买纸巾。那你为什么不送她进幼稚园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进幼稚园要交学费、买制服和课本。我在咖啡店卖纸巾，一个月能够赚得了多少？我还要洗肾，还要过生活呢。那你太太呢？她早就离家出走了。她怎么会这样对你们的？如果你是我妻子，你有一个老公，全身都是病，又是个瞎子，又没有钱，你还会留在他身边吗？进来。哎，你带阿生去看眼科医生回来了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他的眼睛没有办法再恢复了，带他去也没有用，也帮不了他。你不要这么想，至少你可以在他身边安慰他、鼓励他。我鼓励他有什么用？我鼓励他，他的眼睛就可以看到东西吗？他老婆就会回来吗？小丽的童年就会快乐吗？你呀，现在已经犯了做义工的其中一个大忌了。什么大忌？你忘了小刚上课时教过的吗？做义工呢，最重要就是要懂得控制情绪，绝对不能够感情用事，要不然会影响其他肾友的情绪的。我知道，可是知道是一回事，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嘛。我毕竟是人啊，情绪怎么可以不受影响？所以咯，做义工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来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见谁啊？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你要带我去见谁啊？那，这就是我要你见的人。小刚，是不是很意外？我也是肾友。可是你看起来那么健康，一点都不像有肾病。其实小刚洗肾已经有10年了。10年了？那你不是很年轻就得了这个病？我在高中的一次身体检查，被发现尿蛋白太高，可是那个时候我却不把它当成一回事。突然有一天，医生告诉我说我肾衰竭，从此以后我就离不开这个洗肾机了。幸好啊，当时他的女朋友并没有嫌弃他有这个病，还嫁了给他，成为他的太太。后来在洗肾的过程当中，我认识了许多肾友，见到他们的痛苦，于是我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这里的义工。后来啊，我们发现他实在太热心了，花在当义工的时间比本身工作的时间还要长，所以我们就请他成为 NKF 的一份子。不过也因为做义工，我和我太太的感情出现了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他不支持你啊？不是的，我太太很支持我的，可是因为我花太多时间去帮助这些肾友，而忽略她的感受。我知道我亏欠她太多，所以现在不管我有多忙，我都会抽出时间来陪伴太太和孩子。最重要的是，小刚经历过了这么多事情，还是没有放弃当义工。你呀，只不过是遇上了一点小挫折，就没有信心啦。我明白你意思了，放心吧，我会以小刚为榜样的。小刚啊，你有孩子了吗？有，我一个孩子。哇，今年多大了？他12岁了。这么大了？哎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是来接你的，可以走了吗？好，我们走吧。我们走了哈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没想到每个肾友背后都有他们的一段心酸。
是不是不想当义工啦？好，那我听你的话，我不做了。你真的不当义工了？是今天不做，明天才继续。怎么了？赶时间啊？赶时间就走啊！我会跟 Mr. Lee 说的。喂 ，Benny 啊？啊，我知道，没问题啊。Mr. Lee 什么时候回来？他说跟大老板开完会之后就回来了。再不回来我就来不及了。喂，你就再多等一下吧，不然啊，他又在 Mr. Lee 面前说你的闲话了。你也知道我不能等，他要说就由他说吧，我走了。喂。希望去哪里？他有事出去一下。哎，艾若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传燕呢？他本来在这里的，刚才呢一声不响就走了。我不是叫你们两个等我开会吗？他为什么先走了？我看啊，他是等你等得不耐烦就走了。他这个人啊，就是没什么耐心。哎，Mr. Lee 不是这样的，他是因为有事，所以先回去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算了，我们进去开会吧。会议的内容明天你才告诉他。好的。喂，喂，海尼啊，是我啊。喂，Mr. Lee 已经回来了。对呀，他见不到你啊，他很不开心啊，你赶快回来吧。不行啊，如果再不去的话，我就来不及洗肾了。海尼呀，现在 Aaron 啊在 Mr. Lee 的 office， 你不回来啊，他不晓得要在 Mr. Lee 面前说你什么是非了。可是，你听我说，少洗一次肾不会有问题的。你今天要是不回来的话，以后你的工作肯定是有问题的。好了好了，总之不要跟你多说，你现在马上回来 ，OK？ 打给谁啊？哦，打错的，什么事吗？哦 ，Mr. Lee 要一杯咖啡。哦。美山不是说你家里小孩发生意外，你回家了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哦，原来只是踢伤了脚，没什么大碍，是女佣太紧张了。没事就好，坐下来一起开会吧。我刚跟艾伦谈起我去开会的事，董事部对我们部门的销售成绩很不满意。Mr. Lee， 我敢保证，我内组的人每一个人都很努力去卖屋子。至于不是我内组的人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传业，你怎么说呢？哦，如果要知道哪一组比较有实力的话，看销售成绩就知道了。你那组的销售成绩虽然好，可是你们两组都没有达到公司所定下的销售目标。啊 ，Mr. Lee， 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只是现在经济不好，所以买房子提升自己人也少了，加上公司有些人又喜欢随便乱花钱，一间公寓的示范单位做了又改，改了又做，公司怎么可能赚钱呢？你不用指桑骂槐了。我花这么多钱做示范公寓，无非是想吸引多一点买家，我也没有超出公司的预算啊。不像有些人把价钱压得这么低，害公司少赚了几百万，也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好处。你怎么可以做人身攻击 ，Mr. Lee？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公司的利益着想。是为公司着想，还是为自己着想？只有你最清楚。你这叫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我叫你们两个来，是想听有建设性的意见，不是要听你们两个互相指责。刚
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是不是得罪了 Mr. Lee？ 都叫你别问了。你真的得罪他？哎呀，你在想什么？偏偏去得罪他，你是不是想连工作都丢了？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都是你啊，叫我回来开这种无聊的会议，害我连洗肾的时间都错过了。你干嘛拿我出气啊？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？早知道就不管你，让 Aaron 在 Mr. Lee 背后说你的坏话。你最好不要管，你就是管太多了。好啊，那以后啊，你的事啊，我什么都不管。Daddy, give me a glass of water. Yadi, have a glass or two. 你不是连我喝水都要管吧？我是为了你好啊，医生说你要少喝水，喝多一点会死啊。是，我的。Yadi, you wait 啊。Give me another glass. Mom, don't look at me. Sir want to die, let him die. Daddy， 你的棒豆没有银质的。谁叫你拿我的棒豆来玩？要是坏了怎么办？玩而已嘛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？还顶嘴！喂，顶嘴！你呀，你干嘛打他？他现在做错什么事情了？只不过是弄坏你的棒豆而已吗？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母亲，才会把他宠成这个样子的。我宠他又怎么样？大不了买个新的给你。我走，不要跟这种野蛮人讲话。Sir， 我的。你最近每晚都失眠，你不睡我可要睡啊！哦，你睡，我不吵你啊。你昨天为什么没有来？昨天我有点重要的事，所以没来。以后还是尽量准时来洗肾，这种事情绝不能拖延。如果你的尿酸太高，就会很危险哦。知道了。啊！我抽筋。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医生没有跟你说过每天不可以喝这么多水吗？你看脚现在肿成这个样子。我看也不是很肿，不用大惊小怪吧。记得要好好保护你左手的静脉通道，这可是你的命根。如果没有了它，就没有办法洗肾。平时不要用这只手提过重的东西，不要穿衣袖太紧的衣服，还有睡觉时不可以把它当枕头来用。我会注意的。那就好。还有不要忘记水不能喝多，要不然又会像刚才那样，又会发生抽筋的现象。这我知道。哎，瑞莎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送她去换新的静脉通道。为什么要换一条新的静脉通道？原因有很多，不过大多数是因为病人自己没有好好保护命根所造成的。洗肾原来是这么痛苦。其实你也不用这么沮丧，只要你好好保护你的命根，这类问题发生的几率就会减少了。难道除了洗肾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除非在你的亲属当中有适合你的肾脏愿意捐赠给你，否则这也许将会是你以后会遇到的问题。照你这么说，只要有人捐肾给我，我就可以不用洗肾了。对啊。Thank you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怎么会带个我跟阿伯出来吃呢？我知道我最近的脾气是暴躁了一点，对你们发脾气是我的不对。那我向你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算了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你有病，所以心情才会这样不好的。所以我说，最了解我的还是你。老夫老妻了还这么肉麻？你看阿伯看了都在偷笑哦。他有的吃就好了，他懂什么啊？哎，老婆啊，那如果我的病有可能治好的话，以后再也不用洗肾，
你说我应不应该试一试？当然应该是啊。海尼啊，医生说你的病有得治啊。医生说，除了靠洗肾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。有人要捐肾给你啊？很多人排队要换肾的，如果是亲属捐给我的话，就可以马上进行了。难道你要找你大哥或者是床国捐给你啊？哼，现在他们把你当成仇人啊！不要说是捐肾啊，如果是捐1毛钱给你啊，我想啊，他们也是不肯的。这我知道，所以我要你帮我。帮你什么？帮你劝他们把肾捐给你啊！哼，我已经不指望他们了，我是希望你捐给我。我啊，其实也不一定适合的，要经过检验才知道。那不如我们明天去检验怎么样？怎么这么快啊？你不愿意啊？不是，不过明天我约了娟去 shopping 啊。哎呀，检验花不了多少时间了，不会耽搁你shopping的。那我们明天就去。如果我们的肾配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过回以前的生活，就不用每隔一天去洗肾中心洗肾，也不影响工作。那 Aaron 也就不会说我的闲话 ，Mr. Lee 也不会不高兴啊。你说对不对啊，你？汉妮啊，你不要担心，这检验程序很简单的，只要验血就知道你肾适不适合捐给我了。汉妮，其实我不是怕。喂 ，Mr. Lee 啊，现在我有重要的事啊，啊。汉妮，你刚才不是说检查过程很简单吗？我一个人就行了。Mr. Lee 找你啊，你赶快走吧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回来，好，那我走了。没问题哦。那记得做完检验给我个电话。知道了，你赶快走吧。我走了。杨美山，杨美山，杨美山。鬼鬼祟祟的，我哪里有？还说没有？你平时回去你的位置都不会经过这里的，今天怎么这么特别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买了什么名牌货，怕被老公发现呢？你这么厉害，这样也被你看出来，被我猜中了。不要说我没告诉你，刚刚你老公还在找你。我知道，谢谢你了。好，我回去我位置了。汉妮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找不到你，我很担心呢。我能去哪里啊？还不是在医院做检查。那做完检查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？打你手机又不通。哦，我在做检查的时候，那个护士叫我把手机给关了。做完检查之后，我就忘了开回手机。哦，那你抽了血一定很虚弱吧？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 hot chocolate。他们有没有说检验报告什么时候出来？没有。他们说好了之后会寄到我们的家。哦，那就好。那我先去忙啊，趁热喝啊。
管他啦，没有用的，喝一点酒就醉了。我没有醉啊，就算醉的话，我也是沉醉在爱情里的。哎呀，你老婆现在不在，你不用那么肉麻的。我不是肉麻，我是真的很开心的。嘿，喂，我跟你做了那么多年的兄弟了，没有见你这么开心过。难道爱情有这么大的魔力吗？你不相信啊？你不相信可以试试看呢。我才不像你耶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认识苏里比你认识薇薇还要早。你看你现在那么快就要跟薇薇结婚了。我和薇薇啊，现在是跟时间赛跑，没有人可以知道薇薇的病情可以维持多久的。我一定要把握和薇薇在一起的时间，一分一秒都不可以浪费的。哎，brother，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我准备了一份结婚礼物要送给薇薇的，她看到之后一定很惊喜的。什么礼物啊？拿。器官捐献卡，你要把你的肾脏捐给薇薇？我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，医生说我的身体很健康，而且我的肾啊跟薇薇的可以配对哦。想清楚了？考虑清楚了，只要可以减轻薇薇的痛苦，让她过正常人的生活啊，要我做什么都值得的。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我明天要结婚了嘞！我突然觉得你很伟大。真的吗？我也是这样觉得。我想给你树立一座雕像。什么？哎，我应该摆什么 pose 啊？这个好吗？或者是这个，或者是这个？这个姿势，哪一个？这个，这个。你蹲马桶的姿势就这样了吗？很帅，好看了。来，这是的头啊！你骗我，你耍我啊你啊！真的很帅啊！你有见过很帅，多那个男人蹲马桶帅的。你给薇薇看哦，他一定是很帅的。喝那酒了，这。你耍我啊你！哇，今天新娘子好漂亮啊！薇薇，你今天真迷人，谢谢。难怪拉拉会对你死心塌地啊！如果我是男人的话，我一定会喜欢上你的。你们不要笑我啦！不是笑你，是说实话。你看她，简直就像个幸福的小女人。是啊。其实，如果没有你的鼓励，我和拉拉可能都没有今天的幸福。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，那是你们努力争取的结果。我还是要感谢你。怎么说，你都是我和拉拉的媒人。要不是你，我就不会认识他了。说的也是。要不是有我的话，你也不会嫁给那么好的一个男人。所以等一下敬茶的时候，不可以少了我这一份哦。好，我一定会敬你最大的一杯。棒吗？韩冠丁，恭喜你们！谢谢你们啊！哇，哎，我们女儿打扮起来还真漂亮啊！当然啦，是我的女儿吗？是啊，我继承妈妈优良血统嘛。哦，怎么，爸爸的优良血统你就没有继承吗？有，因为我是爸爸妈妈爱情结晶。安哥安迪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看新郎也应该快到了。照传统呢，你们应该帮新娘子盖上头纱。好啊。好啊，来坐下。那我们一起啊。好。婚姻美满，幸福。你嫁了人之后，就是人家的媳妇，人家的妻子了。以后啊，再不能像在家里这样任性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妈妈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记得别喝太多水。还有，你身体不好，你要好好控制你的饮食。我知道你很喜欢吃雪糕，可是雪糕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，啊？你哭什么呢？女儿嫁了一个好丈夫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大宝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她。你叫人家别哭，你自己还不是哭了吗？我哪有哭？我只不过是眼睛有点痒。第一件是喜事，让她开心心啊。对啊。等一下新娘子的妆容了就不漂亮了。我头发没乱了，歪没歪？你这个问题问过100多遍了，你烦不烦的？哎呀，全世界最帅是你了，可以了吧？这是第一次结婚嘛，一定会比较紧张的。那也是，不过你结多几次就不紧张了。我操，什么结多几次？只喜欢薇薇一个人而已。啊，知道你情比金坚了，大情圣，你再不走的话，就赶不及见你的一生中最爱了。快走！哎，走 ，Good morning。哎，我头发真的没有乱了，衣服这个真的没有歪哦。你问点别的可以吗？我衣服好不好？上车！
有时候会迟到啊。放心吧，我们比原来早了半个小时出发，你今天一定可以顺利娶到你老婆的。不愧是我的好 brother， 我全拜托你了。什么事啊？好像是爆胎。爆胎？啊？怎么会这样的？哎，停车看一下吧。哎呀，真的爆胎呀！哎呀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爆胎的啊？现在怎么办？换胎咯。哦。喂，哎呀，今天是你大日子，你是新郎官吗？这些粗重活怎么可以让你做的啊？真的不需要帮忙啊？你去一边练习你的结婚誓言吧。来，让我来。哦，麻烦你了。喂，老婆啊！拉拉，什么事啊？什么？车子在半路上爆胎了？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他会不会迟到误了及时？我们一定会准时赶到的。轮胎换好了，我们就马上飞车过来。你现在一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了，我现在巴不得马上飞过去见你。拉怎么样了？拉到底怎么样了？在抢救中。那情况严重吗？拉拉不能有事的。他说过，他照顾我一辈子的。微微，你不用担心，拉拉那么爱你，他为了你一定会度过这次难关的。拉会没事的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我的儿子怎么样了？你说呀，我的儿子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不可能！医生，你快去救他，不可能死的！医生，求你帮我去救他吧，他不可能死的，他不可能死的，医生！微微，微微，德宝！你快醒醒了！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啊！喂，你快醒醒啊！你说过你不会离开我的，你说过你一辈子照顾我的，拉拉，快醒醒啊，拉拉！快醒醒啊！